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wn Talk。蚂蚁集团终于要上市了，这次真的是有机会让马云给我们还支付宝账单了。10月21日晚，在科创板 IPO 获证监会同意注册后，蚂蚁集团迅速更新了招股意向书，并公布上市发行方案。蚂蚁集团 A 股股票代码为688688，这个股票代码看起来也是牛气冲天。初步询价时间为10月23日，往上往下申购时间为10月29日。战略配售方面，阿里巴巴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将为战略投资者，认购蚂蚁在科创板发行的7.3亿股票。根据蚂蚁集团的发行计划，其 A 股发行的新股数量不超过16.7亿股，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5.5%，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股票数为 13.4亿股，占初始发行量的 80%， 创下科创板新高。市场普遍认为，蚂蚁将大概率创下近年来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。此前有市场消息称，其募资最高350亿美元，A 股有望迎来第一家市值超1万亿的科技公司。除了阿里巴巴集团之外，蚂蚁集团科创板 IPO 还吸引了包括中投公司、中国社保基金、新加坡淡马锡、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、阿布扎比投资局、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机构拟参与战略配售。蚂蚁 A 股发行网上和线下的打新份额达到 3.34亿股，按照市场预估的2万亿人民币估值计算，面向 A 股市场的打新规模将超过200亿元。如果认购情况火爆， A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，则 A 股发行的总股数将扩大至不超过 19.2亿股。目前港资券商也在力推蚂蚁集团 IPO 的港股打新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蚂蚁集团上市我们如何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港股如何打新，购买蚂蚁集团的新股。港股打新几乎没有门槛，你首先需要注册一个港股账户。目前支持大陆人申请的港股券商有很多，之前我介绍过的老虎证券如何开户、如何打新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开视频上方的视频链接去观看。有小伙伴可能会说，蚂蚁集团如果29号开始新股申购，今天已经22号了，还有1个礼拜的时间，现在才开始开户来得及吗？会不会像 A 股一样需要资金门槛、时间限制？首先，港股账户开户一般2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开通，快的话当天就能审核通过。需要的证件很简单，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。大陆居民在香港券商开户符合监管和法律的要求吗？中国证监会的官网讲了投资港股的4个风险。第一是不受国内法律的保护，但是投资者的资金是受香港法律保护的，只要是持牌券商都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，因为你的钱是托管在银行，券商是无权动用的，万一券商倒闭了，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。第二个风险是证监会规定买卖港股是违法的，但这只是针对证券公司、机构，并没有明确说明个人炒港股违法。第三点是个人可能会违反外汇管制而受到行政处罚，个人投资资金的出入境确实是灰色地带。第四，香港券商破产后需要到香港维权，难度和成本大。从上面可以看出，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炒港股或者美股是违法的。开户成功后，最难的就是港股券商入金，所有的港股美股券商都是不支持大陆银行账户直接入金的，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境外银行账户。关于这点，我之前做了差不多有10几个视频来介绍各种境外银行账户的获取方法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播放列表。免费快捷开户的有 Velo 标准国际银行，花钱可以办理的 BOA 美国银行，国内可以见证开户的华美银行，搬砖可以开的汇丰、民生香港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。一般大陆汇款到境外银行，境外银行再入金到券商，一般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。入金成功后即可申请蚂蚁集团的新股。我个人觉得目前港股打新支持最好的是老虎证券，
打新零费用，提供最高20倍杠杆支持，24小时全天候开放申购，而且可以在 App 上面一键操作。中签率采用普惠制，比 A 股中签率要高很多。具体操作流程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视频，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即可观看。然后是 A 股方面，蚂蚁登陆的是科创板。科创板也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，是指设立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的板块，也是独立于现有主板市场的新设板块。科创板的特点是并不限制首次公开募股的定价，并且实行注册制上市，允许企业采取双重股权结构，上市企业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主。科创板于2018年11月5日由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。2019年6月13日，科创板正式开板，7月22日开市交易。科创板从提案到开市，处处体现了中国速度。与主板相比，科创板个股有较大的区别。其中，科创板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，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设置20%的涨跌幅限制。而对于前5个交易日，科创板还设置了临时停牌制度。当盘中股价较开盘价上涨或下跌幅度首次达到30%、60%时，都分别进行一次临时停牌，2次停牌的持续时间均缩短为10分钟。而科创板的单笔申报股数起步为200股，与 A 股的100股不同，且每笔申报超过200股后，可以以1股为单位递增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科创板打新的门槛。参与科创板打新股需要满足3个条件。第一，50万资产门槛，是指申请开通科创板权限的前20个交易日，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，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。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里的资产都算，也就是说，资金账户里一直放着50万元，不买股票也可以。沪深两市的股票、可转债等证券资产都算。第二点是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。第三点，上海市场持仓市值达到1万元以上。科创板与现有的 A 股市场一样，都采取市值申购模式，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1个申购单位，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10元市值可以申购1股股票，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。但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1/1000。可以看出，科创板的打新门槛对于散户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的。那么不满足条件就不能购买蚂蚁集团的股票了吗？并不是，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基金来间接持有蚂蚁集团的股票。支付宝理财频道之前曾上线了5只蚂蚁战略基金。5只产品一度创造了2分钟售出10亿元，1小时售出102亿元的销售速度。这些基金将以战略投资者的形式参与到蚂蚁集团的 IPO， 并在仓位中配置最高10%的蚂蚁集团股票。截至9月28日，支付宝页面上的数据显示，上述5只基金总计已有超过700万人购买。鹏华基金公司及易方达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均达到了120亿元的募集上限。如果你手速慢，没有抢到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去购买科创板基金。蚂蚁集团在科创板上市后，目前科创板基金基本上都会调整持仓，买入蚂蚁集团股票。但是我去搜索了一下，目前前几只科创板的基金全部都是售罄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几只基金的净值基本都在2左右，说明这几只基金发售以来盈利基本都翻倍了。毕竟大家都不傻，科创板虽然风险大，但是收益也大，而且不算低的准入门槛，也一定程度上把数量众多的小散拦在门外，来分肉吃的人自然就少了。目前配资于科创板而且开放购买的基金，我目前只找到富国创新科技混合这一家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。如果大家对购买基金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之后我会考虑出相关视频。蚂蚁集团此次上市可以说是资本的狂欢，对于我们散户投资者， A 股终于有了世界一流的投资标的。蚂蚁集团无论是炒作还是价值投资都是不错的对象。那么蚂蚁集团到底值不值万亿市值呢？投资蚂蚁集团一定会盈利吗？
详情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。在视频里，我详细分析了蚂蚁集团的业务、上市后会影响股价的因素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点赞订阅，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